杨国涛和丈夫结婚3年，而丈夫的心中只有她的白月光。为此3年不圆房，哪怕她是癌症晚期，将死之际都不肯见他。再一次睁眼，何曼曼竟回到3年前，看着熟悉的房间和眼前男人冷漠的脸。我这是重生了吗？重生回到了渣男见女回城的这天。震惊难以置信的各种表情交织在一起。何曼曼，你别装病了，这样只会让我更讨厌你。我和蓉蓉情投意合，建立了革命般坚定的感情，我是一定要娶她的。何曼曼深吸了一口气，双手环抱前胸，眸色一沉。听说云蓉蓉可是先进之亲，凡事都力争第一，这样要强的女人，她肯甘愿做小？杨国涛听到最后一句，仿佛自己被侮辱了一般。什么做小？你这样的思想可要不得，说出去会败坏蓉蓉的名声。她不会是任何人的小老婆，她会成为我杨国涛的合法妻子，受法律保护的妻子。上一世杨国涛回城后也是跟他说了这一番话。这是真的，真的重生了，呵呵，真是人生如戏啊！老天爷有眼，见我上辈子被这一家的狼心狗肺利用的太惨，特意让我重活一回吗？杨国涛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可是你明媒正娶的老婆，他要是想进门，只能是没名没分的小老婆。当初娶你我是为了帮你父母，他们求我娶你，这样你就可以不用下乡，这点你应该知道。我和你只是办了婚礼，没有拿证，而且我们没有发生过关系，这婚姻不算数。我就是来通知你一声，让你早点搬走，不需要征求你的同意。不算数，不需要征求我的同意。你还记得你下乡之前跟我说过什么吗？3年前，父母为了他免受牵连，与他断绝关系，让他带着巨额的嫁妆嫁入杨家。他们结婚办喜酒上，他举手发誓，说他杨国涛这辈子只爱何曼曼一人，如果移情别恋，就不得好死。杨国涛想起当初自己发的誓言，心中不免有些愧疚，但很快就被愤怒给掩盖了。何曼曼，你这女人怎么这么歹毒，居然咒骂我不得好死。呵呵，原来你都记得当初的话，你就忘了吧。娶你的时候，我不懂什么是爱情，只觉得你很可怜，不忍心拒绝你父母的请求，所以才答应娶你。所以你现在懂得什么是爱情了？说起爱情，杨国涛脑海里便浮现了云蓉蓉那张自信傲娇的脸，整个人不由得变得软了起来。是的，她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女孩，她善良、聪明、有抱负，我深深的为她着迷，爱她胜过一切，甚至愿意付出我的生命。我希望你能成全我们。我不成全，你们就会分开吗？放心，我肯定会成全你们这对狗男女，最好永远锁死，省得出来祸害别人。你这样做，你爸妈同意了？他们没意见，我们是自由恋爱，不是父母包办的婚姻。而且蓉蓉她性格开朗，自信自爱，非常得人心，大家都喜欢她。刚刚我已经带她去见过我妈，我妈很喜欢她。呵呵，他们没意见，真是好得很啊。那我这3年来的付出，算是为了狗。她现在就在家里吗？是的，她在屋里和我妈说话，她很会哄人开心。我妈的病现在好多了。何曼曼听了只觉得无比讽刺。刘玉梅卧病在床，这3年来，她为她端屎端尿，照顾得无微不至，还拿出了自己的嫁妆，冒着被人发现的危险，偷偷找老中医董烨为她治病。因为有董烨开的药，加上何曼曼没日没夜的照料，刘玉梅的病情才得以慢慢好转。她3年来的辛苦，竟然抵不上云蓉蓉几句好听的话。她云蓉蓉可真厉害啊，几句话就能让刘玉梅的病情好了起来，真是神医啊。我妈见了蓉蓉，确实身体看着更好了。我知道你委屈，但请你看在我们家当初帮了你们的份上，成全我和蓉蓉吧。我知道你心地不坏，会体谅我们的不容易的，对吗？你们的不易，我就容易了吗？结婚当天，你丢下几句话就走了，留下我一个人操持家中大小事务。我像个保姆一样伺候着一家大小，白天做零工赚钱，还要做一家大小的1日3餐，洗一家大小的衣服，晚上还要为你妈端屎端尿，擦身子，熬药喂药。你妈要天天吃药，可你爸和你妹明明在纺织厂上班，领着工钱，却1分都不给我。我迫不得已拿出自己的嫁妆来补贴，家里才过得不比别人差。你们不容易，谁想过我的不容易？杨国涛惊讶地看着何曼曼，愧疚涌上心头。对不起，让你受苦了。不过你放心，只要你同意离开，成全我和蓉蓉，我愿意补偿你。你要怎么补偿我？只要你同意，我愿意赔偿你1000块钱。他知道杨国涛在乡下立了功，而且拿了1000块的奖金，当年就是因为有这笔钱，他风风光光地娶了云蓉蓉进门。你让云蓉蓉过来见我，我有话跟她说。不行，你找她干嘛？你自己还生着病，就不知道躲着点吗？蓉蓉是个好女孩，她跟你这种人不一样，她是个有抱负的人，绝不是一个只会围着灶台和男人转的女人，她是不会想见你的。呵呵，你也知道我生着病呢，为了照顾你妈，我3天没合眼，累得发起高烧，把小命给弄没了。所以在你眼里，我就是一个什么都不会，只会围着灶台和男人转的女人。他再也忍不住了，扬手给了眼前男人一巴掌。再让我听到从你嘴里说出那样的话，我不介意撕了你的嘴。杨国涛看着何曼曼要杀人的眼睛，背后一阵发凉。他自知自己说错话了，脸上露出几分惬意。算了，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我不和你争执，
我就是知会你一声，你要是赖着不走，那就继续住吧。反正我和蓉蓉肯定要打结婚证的，结婚后我们就去厂里的宿舍住。看着男人绝情的模样，何曼曼的心跌入了冰洞。好，非常好，要我走是吧？可以，我成全你们，但想要我就这样走了，没门。说完，神情冷漠的离去了。杨国涛和丈夫结婚3年，而丈夫的心中只有她的白月光，为此3年不圆房，哪怕她是癌症晚期，将死之际都不肯见她。接上集，何曼曼看到丈夫这么不要脸，把白月光接回家，于是她就偷偷搬空家里的财产。爸哥，家里遭贼了。怎么了？爸，我们家的厨房被小偷光顾了，吃的东西全部都没了。什么？全都没了？杨军看了下，还真是啊，这是谁干的？天杀的，是谁把我们的口粮都偷了？不行，我们要报警。儿子，让警察把这些杀千刀的小贼给抓起来。杨国涛他才刚回城就闹着报警抓贼，传出去有些不好，思来想去，觉得丢不起这个人，然后从兜里掏出50块钱递给杨军。爸，东西丢了就丢了，我才刚回城，家里就出了闹贼的事情，传出去不好听。这是50块钱合票，你上街买些吃的东西回来。那些可是白米和肉啊，就这样便宜了那些小贼。那些小偷也太过分了，偷点白菜冬瓜就算了，居然偷我们的肉。爸，没肉没关系，买些米和鸡蛋回来，炒鸡蛋也挺好吃的。杨海妹看到何曼曼的屋门还关着，显然里面的人还没起床。她倒是睡得好，家里的东西都被人搬光了，还好意思睡，哼。此时的何曼曼正在空间里享用早餐，听到门外的拍门声，她不由得皱了皱眉头，然后她闪身出了空间。好你个何曼曼，今天是要造反了是吧？你知不知道家里吃的东西都被人偷了，你居然还睡得下去，饿着我妈，我哥要你好看。今天只是不见些吃的而已，你就这么大火气？要是过几天你们家再不见些其他东西，你们不得气疯了？听到争吵声，杨国涛快步走了进来，喊道：小妹，小妹，别喊了，大清早的，不嫌丢人吗？杨海妹这才忽然想起隔壁住着全街道最厉害的大喇叭李宝珠。李宝珠是她堂哥杨国福的媳妇，性格火爆，嘴上没门，特别喜欢说别人家的八卦。我妈喊你过去见她，还不赶紧去？此时的大喇叭李宝珠听到动静还真走了进来。都说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，此刻何曼曼看到大喇叭就像看到了盟友一样。怎么回事啊？一大早这么吵。我还是不要说了。怕啥？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？你放心，你告诉我，我绝对不跟别人说。呵呵，你是啥人？全片区的人都知道。放心好了，我一定会满足你的求知欲的。就在他想要开口的时候，杨海妹走了出来。你跟他说什么？我妈喊你呢，还不赶紧给我死过来？何曼曼装出一副无奈的样子，低着头走了过去，跟着杨海妹走进屋里。刘玉梅半躺在床上，此时的她看起来脸色不大好，但依旧强忍着不适。曼曼，你来了，身体好点了吗？呵呵，我生病了几天，连碗水都没人端过来，现在问我身体好点了没，你虚不虚伪？是的，我现在感觉好多了。这些年辛苦你了，现在国涛回来了，你的日子也算盼到头了。你娘家出了这么多事情，现在何家就剩你一个人了，以后还得要依仗国涛啊。何曼曼没吭声，换是前世的她肯定很赞同老钱婆说的话，可活了2世的她哪里还听不出她的弦外之意，无非就是说她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，也就是我们杨家心好才会收留她，你该感恩戴德，凡事得听夫家的话。妈，你昨天见到国涛带回来的那女人了？什么那女人？我告诉你，那是我未来大嫂，识相的，赶紧给我收拾东西滚蛋。蓉蓉姐比你强多了，人家知青返城，已经在纺织厂安排好工作，听说还是思想委员会的主任，你一个没爹没娘的贱人，怎么跟他比？何曼曼脸色一下子变得冰冷起来，一双冷眸如刀子一般射向杨海妹。你敢瞪我，信不信我让我哥今天就将你扫地出门？好啊，有本事就扫我出门，让街坊邻居们看看杨国涛有多狠心。原配的妻子在家伺候公婆小姑3年，他一回家就要把妻子扫地出门，另娶新欢。你说这要是传出去，他杨国涛还能不能在纺织厂上任呢？杨海妹一下子被唬住了。刘玉梅见状，赶紧笑着打圆场。呵呵，曼曼，你别听海妹乱说，她说话不经脑子，你不要跟她一般见识。那女长得一般，性格也没你温柔，粗鲁的不行，像个男人一样。这么说，妈你是不喜欢他了？国涛昨晚还要我走，弄得我一晚上都没睡好，黑眼圈都出来了，看来是我多想了。刘玉梅装出一副慈母的样子，赶紧说：不喜欢，不喜欢，你是妈最喜欢的儿媳妇，但这事妈说了不算。他们俩人已经向组织打了结婚申请了，这结婚证肯定是要领的。不过你放心，就算他们领了结婚证，你在妈心中还是最好的儿媳妇。他们结婚后在厂里上班挣工资，而你就留在家里打理一家的事务，有人养着，这该多好啊！呵呵，妈真是会为我着想啊，只是委屈云小姐当小老婆，国涛他会不会心疼？
他们是正八经的拿结婚证，婚姻是受法律保护的，怎会是小老婆呢？而且他们俩人情投意合，能力也相当，俩人在同一个单位上班，夫妻同心协力，肯定会过得越来越好。那我算什么？白酒不拿证，就是不受法律保护的野夫妻，还说有人养着。云蓉蓉能让杨国涛养着我，谁信呢？我哥和嫂子都是单位上班的，你一个只会做家务的保姆，还想当我大嫂不成？刘玉梅没有觉得女儿说话不妥，继续劝说。当年你父母求我们娶了你回家，让你免受下乡之苦，我们也照做了，也算对得起你们何家了。慢慢你一直以来都很善解人意，在家侍奉公婆，从无怨言。现在国涛下乡回城，妈希望你大度一些，让他圆了和心爱的人结婚的愿望。你放心，他们虽然结婚，但在妈的心里，你依旧是我们杨家的大儿媳，依旧可以住在杨家照顾我和你爸。呵呵，合着你们家娶了我，还是做了一件大善事了。我和曼曼就应该对你们感恩戴德，忍气吞声。就算自己的丈夫和别人结婚了，我还得笑脸相迎，留在这个家里当你们的保姆。她简直要被气笑了，前世的她为什么会这么听话，居然认同了这违背天理的破话呢？她操心到死，可不料丈夫反手就把白月光带回家，甚至就连母亲都劝让他们结婚。曼曼，你向来体贴，如今国涛回城，妈盼你成全他和心上人。虽说他要另娶，但在我这儿，你还是杨家大儿媳，照样能留在家照顾我们老两口。妈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不同意他们结婚，就是我心胸狭隘了。你就是心胸狭隘，自己没本事，还想赖着我哥。我妈是好心才收留你，你居然还不领情。你们何家都死绝了，就剩你一个人，有人肯收留你，你就偷着乐吧，还敢在这顶嘴。何曼曼听到一巴掌打在杨海妹的脸上。何曼曼，你个贱人，你敢打我？我怎么不敢打你？长嫂如母，你既然不懂尊重人，我就帮妈教教你。我哪里说错了？你跟我哥又没扯证，我哥现在遇到好人要结婚，你非拦着，你居心何在？我什么时候说我拦着了？我有说过不让他们结婚，倒是你诅咒我们何家死绝，你居心何在？杨海妹自知自己说错话了，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反驳，支支吾吾的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曼曼，你别听海妹乱说话，妈就知道你是个明事理的，不会拦着不让国涛他们结婚。你放心，这家里有我一天在，就没人敢欺负你。国涛虽然结婚，你依旧是我们家的大儿媳。旧屋那边我会让人收拾好，到时你搬到那边住，旧屋离咱们家不远，你住得近，我们相互也有照应。白天国涛他们去上班了，你就可以回家里来，以前该怎么生活，咱们就怎么生活。你是在开玩笑吧？就算请个保姆，还得给工钱呢。我这不但没工钱，还得像做贼一样躲着杨国涛和云蓉蓉。我就这么下贱吗？非要扒着你们杨家不放？刘玉梅被人戳穿了心思，脸上一阵青一阵白，煞是好看。曼曼，看你说的咋这么难听？什么保姆不保姆的，给自己家里人干点活，非要计较这么多干嘛？我这不是怕你见到他们两口子心里不舒服吗？都是为你好，你咋这么不懂事呢？我也不是傻的，你们怎么想的，我能不知道？这样吧，咱们好聚好散，等人齐，我们开个会，把事情掰扯清楚了，我立马搬走，绝对不赖着你们杨家。至于当年我爸心善，把杨家2个男人安排进纺织厂上班，让你们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，这些恩情我就不要求你们有什么回报了。咱们谈妥了，我绝对不会来打扰你们的生活，也请你们有事没事也不要来找我。说完，何曼曼就走了。刘玉梅一听，气得差点没喘上气来。按照以往，何曼曼肯定着急坏了，现在何曼曼居然撇下刘玉梅就走了，杨海妹一下子就傻眼了，站在一旁干着急。妈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啊，妈！何曼曼，你给我滚回来！没看到咱妈发病了吗？此时杨国涛听到杨海妹的呼喊声，急冲了进来，恰好看到何曼曼往外走，冷着脸质问：没听到我妹喊你吗？咱妈发病了。呵呵，咱妈她是生了我，还是说你承认我们是夫妻关系了？杨国涛顿时语结，然后往屋里跑去。他不惜连和儿子一起商量对策，可不料他直接暴走，不让他们占便宜。我看这贱人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说话也不像之前那般唯唯诺诺哈的，想要拿捏他有点难度。我也觉得那贱人看我的眼神，感觉要吃了我一般，会不会是因为我们逼得他太紧了，想要来个鱼死网破，想要毒死我们一家的？杨海妹越想越害怕，他敢下药应该不至于，杀人要偿命，他还不至于这么蠢。那怎么办啊？我是一天也不想见到那个贱人。哥，你让他赶紧滚。你急什么？人家都说了不会赖着不走，还要开个会跟我们算账，算清楚了就会走。妈，他真是这样的说的，他肯走。没错，他是这么说，但说要跟我们掰扯清楚，我担心他会跟我们算账。算就算，我杨国涛不靠女人，
这些年他为家里出了多少钱，我赔给他就是了。就是啊，我哥回城前立了功，还拿了不少奖金，大不了赔给他，让他滚犊子。怕是没这么简单，我的身子你们都知道，要不是要董业特制的药丸，我怕是早就没了。那药丸极其金贵，一颗药就要3块钱，我一个月就得吃90块钱，加上中药，一个月起码要用100块钱。这药我都吃了3年，至少用了3600块。要是他问我们要回这些药钱，我们拿什么给他？听到刘玉梅的话，杨国涛不由得瞪大了眼睛。这么贵？那药丸确实贵，用的都是名贵药材，而且还是董烨偷偷藏下的，别人想要都买不到。要不是那贱人的爸和董烨是老朋友，我估计他都不肯卖给我吃。杨国涛听了，刚刚才升起的那点自信，瞬间就被泼灭了。他确实是立功拿了一些奖金回来，但也只有1000块钱，他拿什么赔给他？一时间，他变得有些暴躁起来。儿子，你别急，这也不是没办法。我看他娘家没人了，以后还是得依仗我们，咱们也不要逼他这么急，好好跟他商量，说不定有更好的处理办法。还能有什么办法？妈，我是一定要娶蓉蓉的，这辈子我只认蓉蓉是我的妻子。妈知道，我也喜欢蓉蓉，但何曼曼毕竟是和你摆过酒席的，你要她走，心甘情愿的给蓉蓉让位，怕是没这么容易。我是这么想的，等她回来，咱们好好跟她说话，先稳住她，大不了她还是住在咱家，你和蓉蓉向单位申请房子住出去，这样妈也有人照顾，你又可以和蓉蓉在一起，明年给妈生个大胖孙子，那就好了。这能行吗？杨国涛心动了，虽然这样做不大君子，但眼前这个方法是最好的。妈，你说的对，那我们就按你说的来做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何曼曼娘家没人了，离开咱家，她也没地方去，我觉得她会失去同意的。哥，她不走，难道真的给你当大老婆啊？什么大老婆？我和她又没扯证，就是双方父母同意，摆了个酒而已，这是包办婚姻，不能作数。以后别在我面前提她是我媳妇，不然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好，不说，我还不乐意承认她是我嫂子呢。蓉蓉姐多好啊，长得好又能干，你看看我头上的发夹，还是她给我买的。她对我这么好，我就乐意她做我的嫂子。你这孩子真是眼皮子浅，这点东西就把你给收买了。妈，我蓉蓉姐好，我才这样说。那贱人只会送我一些旧衣服，我才不要她。阿放不久后就得知父母死讯，现在看到家里的一切，他只感觉心头一痛。薛主任，不好意思，我实在太想家了，所以偷偷的进来了。怎么这般见外？你还是像以前那样喊我秦姨，以后不用偷偷进来了。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街道收到了通知，你爸和你妈平反了，这房子以后又归你们家了。何曼曼有点不敢置信地看着他。秦姨，这是真的吗？我可以搬回来住？是真的，这是上面寄来的文件，能证明你爸妈的清白，以后再也没人敢说你是资本家的女儿了。你爸是大功臣，可惜了，他们都走了。薛丽琴知道自己提到何曼曼的伤心事了，急忙转移话题说，过去的就过去了，咱们活着的人还得往前看。现在你爸妈恢复了名誉，房子归还给你，还赔偿你们2000块。你有空了去街道去办理手续，把钱领了。另外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安源纺织厂也可以给你安排个车间纺织女工，一个月有40块钱的工资，还有各种粮票、布票等，你考虑一下。要是愿意去上班，我就跟上面说。谢谢秦姨，我考虑2天，然后找你回话。但是该好好考虑，毕竟你已经嫁人，很多事情都得跟家里商量。何曼曼脸上露出苦笑，怕是我很快就要被人扫地出门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杨家人欺负你了？何曼曼也不打算瞒着，就把杨国涛要他离开杨家，他要跟云蓉蓉双宿双飞的事情跟薛丽琴说了一遍。薛丽琴一听，顿时火冒三丈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这杨国涛真不是个东西，你和他可是摆过酒席的，他怎么能让你走？这些年要不是你照顾着杨家，他老娘怕是早就死了。现在他回城了，日子好过了，就想把你一脚踢开，他打的一手好算盘啊！不行，咱们不能让他欺负了去。薛丽琴说完，拉着何曼曼就往外走。何曼曼笑了，这秦姨的性子还是喜欢替人打抱不平。秦姨，你等等。怎么了？你害怕他们？不用怕，有我在，看谁敢欺负你。你妈妈和我是姐妹，她没了，以后我就是你的半个吗？谁要敢欺负你，我跟他没完。秦姨，我不怕他们，那杨国涛心里没我，不是我的良人，我也不愿意死皮赖脸的住在他们家。他们不是想我离开吗？那我就走好了，反正我们也没扯证，没洞房。但是这些年我为杨家花的每一分钱，他们得还我，不然大家都别想好过。何曼曼说着，脸上露出了几分狠劲。没错，咱们有手有脚，日子不一定过得就比他们差，但咱们也不能被欺负了。
他们要是不肯还钱，你来跟我说，秦姨给你做主，我就不信了，他杨国涛能这般不要脸。好，谢谢秦姨。有件事，我想拜托秦姨为我保密，就是我爸妈平反的事情，麻烦你先替我保密，等我跟杨家掰扯清楚了，再往外说。靠，我肯定不会说。何曼曼虽然是富养的小姐，但从小就很有主见，长得好看，人也有本事。她既然有这个想法，肯定是有她的道理。两人又聊了一会，才分手回去杨家。没了何曼曼买地药，身子骨不好的躺在床上。妈，这身体不行啊，明天还是得找医生看看。哎，谁说不是呢？明天你去请个医生回来给瞧瞧。你妈这辈子不容易，跟着我吃了很多苦，现在你们兄妹都大了，也该好好孝敬孝敬她。好的爸，我知道了，明天就去。哥，你是去请董烨吗？杨国涛顿了一下，随即想起他老娘说的，董烨开的药丸得要3块钱一颗，这都赶上几十斤大白菜的价格了，他哪里请得起？这云城又不是只有董烨一个大夫，请别人也是一样的。杨海妹张了张口，最终还是没说什么。这些年杨国涛下乡，家里都是何曼曼在操持，他们也不是没有请过别的大夫，可是看了这么多，最终能让他妈的病情得到控制的，还是董烨。何曼曼回到杨家，恰好杨家父子3人也看了出来。哈，一整天不着家，也不知道上哪去找野男人了。何曼曼本来不想搭理他们的，但听他说话这么难听，便回怼了一句：野男人也比负心汉强。不要脸的臭婊子，你敢顶嘴，你信不信我揍你？呵呵，你是我什么人啊？揍我？你敢动我试试？杨军被激怒了，攥紧拳头就要冲过来。杨国涛急忙一把抱住他。爸，你别冲动，为了这种人动气，不值得。呵呵，不值得。我看你们是怕了吧？你敢打我，我就敢报警，我就不信了，警察还治不了你们。杨军听到他还要报警，就更生气了。放开我，我今天不狠狠地教训他一顿，我就不姓杨。杨军挣脱了杨国涛，就气势汹汹朝着何曼曼冲了过去。可下一秒，杨军双脚跪地，手臂被何曼曼掰住，痛得惨叫起来。贱人，你给我松开！呵呵，想打我，怕是没这个能耐吧？你们杨家的男人都像你这般软骨头吗？欺负别人不行，回家欺负女人。贱人，居然敢取笑我，快放开我爸！放开他，他要打我怎么办？就你这身手，他能打到你吗？杨军感觉自己的手臂快要废了，急忙求饶。你放开我，我不打了，还不行吗？真的？真的，你放开我。何曼曼松开了手，快速后退了几步。杨军恢复了自由，假装慢慢起身，忽然变换方向，朝着何曼曼一脚踢了过去。何曼曼一直防着他，随后一脚踹下男人的裤裆。杨军被踢中了要害，痛得蜷缩在地上。啊，痛死老子了！呵呵，想暗算我，活该。